口味的层次有，口感的层次也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布丁大福也是蛮令我意外的。这生乳比例，我用肉眼看了，生乳比例大概占整个面包的70%至80%。这个话其实金沙味蛮香蛮重的哦。它煮菜豆腐啊，蛮有弹性的，它不是那种就是你筷子一夹马上就化掉，它的味道有点偏甜。对，那所以大家就自己去斟酌，有点粘牙，因为我觉得有些马卡龙是比较脆口不粘牙的。大家好，我是 Jesse， 那我们这集就要来介绍这个月第2期的 Seven 的新品，因为上一集有说过，这个月 Seven 跟全家新品都很多，那我们就2家都分2集来帮大家介绍。那我们第一样要帮大家开箱的是，这个是这一期 Seven 其实跟有一个 IP 联名，就是这个线条狗狗。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了解这个 IP 啊，但是就是它有一系列这样的产品去做联名。对，那它有出一系列，但有一些我觉得是很普通的常态款，我们就不多做介绍，是介绍一些可能近期或是近1年我觉得几乎没有看过的品项，我再帮大家介绍一下。对，那第一个这个是这个跟线条狗狗联名的 QQ 茶拿铁松饼。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什么是 QQ 茶，对，所以我们就帮大家试试看什么是 QQ 茶，因为我有听过抹茶，但是没有听过 QQ 茶。对，那它的话是写是这个 QQ 茶是指阿萨姆红茶奶霜，然后跟黑糖 QQ 去混合的一个内馅，就是这样子，可以看一下，可能就是阿萨姆红茶跟黑糖的内馅，帮大家试试看看。吃完这个 QQ 茶拿铁松饼。这个一开始吃的时候，吃之前我内心预设觉得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产品，就是只是 IP 联名，但是吃下去以后觉得蛮惊艳的，那蛮特别的。第一个，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它的饼皮，它饼皮比一般的松饼饼皮还要再 Q 蛮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内馅的关系，我觉得它整个饼皮很 Q， 不像一般他们常态性的那些松饼或者像铜锣烧那种饼皮。更 Q， 大概更 Q 1倍2倍吧，我觉得。然后内馅的话，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就是以前对吧？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同个年代有喝过那什么老虎糖那种黑糖珍珠奶茶的那种，就是有一阵子很流行那种什么糖什么糖的，然后黑糖珍奶那一种口味的感觉，其实基本上就是那种口味，但是它的内馅除了奶霜以外，它因为有那种黑糖 QQ， 就是那种是固态的东西、胶态的东西，就很像 QQ 粉圆打成泥这样子，所以它是一整片内馅全部都是 QQ 的感觉，对，好像是加了一层 QQ 的东西在里面，就很像粉圆或者说珍珠打成泥这样子，我觉得很特别，没有吃过这种内馅，对，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 QQ 的这个东西让整个松饼饼皮口感变得非常 Q 软，非常有弹性，我觉得很惊艳。我原本以为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松饼，但不会耶，蛮好吃的，我觉得很惊艳。至少我觉得我没有吃过这样的产品，会觉得哦，蛮厉害的。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去买哦，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再来第二个也是这个线条狗狗联名这个布丁大福，对，那这个布丁大福的话，刚有横切开来，它里面好像就是真的是布丁类型的，甚至还有底下那个焦糖的部分，对，它是打开这样，因为刚被我切过，所以它其实这个大福有一点点松散的感觉，没关系，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吃完这个布丁大福，其实我觉得这个线条狗狗让我有点意外，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是什么，就是我可能没有看过的 IP 联名，然后我觉得可能 Seven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空档随便塞一个 IP 进来联名？不对耶，它除了这个 IP 联名以外，至少我现在前面吃了2个产品，我觉得都很惊艳。这个布丁大福啊，第一个它的外面那个麻糬那个皮啊，跟我以前吃过 Seven 出的麻糬比起来，就是大福类的比起来，我觉得这个超级 Q 软的，比以前吃过的那个大福的皮再更 Q 2-3倍吧，就很 Q 的那种皮，然后里面它真的是就像它图文所说，它是塞整颗布丁，而且里面的布丁很滑顺，比统一布丁还更好吃。然后它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它有分层，就是不只是单纯黄色那块布丁，连下面焦糖的那个部分，它也都整个都做进去了。所以口味的层次有，口感的层次也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布丁大福也是蛮令我意外的，就是小小一颗，但是吃起来很惊艳，而且很好吃。虽然我刚前面吃的这线条狗狗这2个联名的产品都有一点点过甜，
但是因为它的惊艳程度，让我们觉得，这个过甜还可以接受。对，如果没有那么惊艳这两个产品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会觉得蛮甜。所以这两个产品，我觉得都还算蛮推荐的，至少你可以去试试看。如果你长时间找不到其他新品的话，这两个你可以去试试看。再来也是在网络上很受欢迎，大家很想去找的一样产品，就是这个延世大学生乳包。对哦，这个的话也是蛮厉害的。刚刚我们已经有切面过了，给大家看一下，它打开是这样，然后它里面生乳的比例超级无敌高。这生乳比例我用肉眼看了。生乳比例大概占整个面包的70%至80%，应该有到80%了啦，蛮特别的，没有看过内馅比例这么高的生乳包，帮大家试试看看。刚帮大家吃掉半个这个生乳包，这个生乳包讲一下，它除了面包体还算蛮 Q 软以外，它的内馅呢其实是有一点咸的，它不是很甜的那种内馅，所以对于你没有很特别喜欢过甜的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它是有一点咸甜的感觉，而且甜的部分，我觉得它糖分大概就是3分到5分糖，不会很甜。对，我觉得还不错，以糖分甜度这个部分，我觉得它拿捏的表现的调和的还算蛮好的。但是呢，这个内馅比例真的超级高，我觉得喜欢吃这种奶霜奶油内馅很多人会超级爱，但是呢，如果你是一般人，像我啦。我刚刚吃完，其实我吃到一半会觉得好像那内馅有一点过多了，也就是稍微会有一点腻了，因为真的其实太多，我觉得应该降低一点点。我会觉得这个内馅比例过高会过腻的话，就是你可能要自己斟酌。那如果喜欢内馅很多的话，你就尽管去买吧。内馅很多，你会吃起来很爽，但是我会觉得太腻了，对，有点太腻，有点太爆了，这个内馅太夸张多了。但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很厉害的产品啊，因为内馅我没有看过生乳包第一次内馅给这么夸张的，整体吃起来我觉得还算是推荐，只是我觉得啦。内馅太多，有点太腻，那大家就自己去试试看，这个也是蛮值得推荐的。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一期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意大利面，也是以前我觉得没出过的，它就是素食的便当里面的金沙烤豆腐意大利面，就是它是用金沙底，然后配上它的主菜是烤豆腐做出来的一个意大利面，它就是这样子，就可以直接看出来有3大块豆腐，然后它意大利面是黄色的，然后配上一些洋葱跟野菇。我们帮大家试吃看看这个蛮特别这一期的金沙烤豆腐意大利面。这个金沙烤豆腐意大利面呢，先跟大家讲，面体的话其实就跟一般的像他们常态性的像白酒蛤蜊意大利面那种面体跟弹性口感，我觉得就一样，不难吃，中上以上的水准，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它的调味就是调金沙为基底，其实我觉得蛮好吃的，因为它这一次不会像上集我们有介绍到某一个金沙产品是没味道的，就是好像是肉粽饭团之类的那个没味道。这个话其实金沙味蛮香蛮重的哦，它主菜豆腐啊蛮有弹性的，它不是那种就是你筷子一夹马上就化掉的豆腐，我已经吃完了，它还可以这样端这样甩。所以这个豆腐蛮有弹性的，而且味道也很香，所以整体的味道没有跑掉，金沙味很浓，然后味道很香，面体很好吃，豆腐也很有弹性，所以整体这个素食的金沙烤豆腐意大利面这个便当呢，我觉得算很推荐对，我觉得蛮好吃的。大家如果想要吃一点素的，这个金沙烤豆腐素的这个意大利面，我觉得是你不错的选择。接下来的话是另外又是回到我们这个线条小狗联名的另外几款奶香起司烤鸡笔管面，这个是在冷冻区哦，所以这个如果你拿给店员的话，我记得需要微波大概将近7分钟，是比较久的。这个是一个焗烤的笔管面，就也还算是比较少出现焗烤笔管面。其实笔管面本身就稍微比较少，我说便利商店啊，那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这个又是一个我觉得线条小狗联名不错的款式，觉得焗烤本身的这个血管面啊，它也还算是蛮有弹性的。味道的话，这个算是有点奶油意大利面，它的味道有点偏甜，对，那所以大家就自己去斟酌。有些人不喜欢太甜的那个意大利面的酱，那这个是属于比较偏甜的奶油酱，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咸的，你可以自己斟酌啊；喜欢甜的话，你应该觉得不错。但因为这是焗烤的，所以稍微有一点甜，但它焗烤味道也还蛮香的，只是焗烤的部分，那个焗烤的部分蛮低的，大概就只有上面那一层可以看得到，大概只有20%而已吧，对，15%至20%，所以焗烤我觉得很少，但是整体的这个奶油的香味啊，它的味道还有面体的弹性，我觉得还算蛮好吃的。然后这个便当的这个鸡肉啊，
它没有像是我之前有说的是那种入口即化的鸡肉。对，这个的话，它比较偏向蛮有弹性的鸡肉，对，没有到很软嫩那种感觉，它是属于比较有弹性的，但也不难吃。有一个优点是，这个鸡肉它还算是有一点点汤汁的，有锁住一些鸡肉的这个肉汁，我觉得还不错。所以这个线条小狗他们联名出了这个笔管焗烤意大利面，我觉得这个也还算推荐。接下来也是线条小狗的联名商品，就是茶拿铁蛋糕卷。这个看起来，我觉得应该，我个人直觉我还没吃啊，个人觉得这应该是线条小狗里面最普通的一样产品。对，帮大家试试看看。对，这个就如我所说，它算是这一期线条小狗。线条小狗真的是这一期的联名商品，真的令我太惊艳了。但这个话算是稍微里面不惊艳的，但也不难吃。它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蛋糕卷，然后配上锡兰红茶跟这个北海道炼乳的一个蛋糕卷，吃起来的话就像是一个不错吃的一个蛋糕卷，但是我觉得亮点还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特色，就普普通通。如果以线条小狗的相关的联名商品，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跳过的一个产品啊，因为它就是还算蛮普通。最后这个也是线条小狗他们联名的一个草莓优格爱心马卡龙，这个马卡龙蛮特别的哦。我刚刚打开看的时候，它是爱心形状的马卡龙，它不是一般的那种圆形的马卡龙，它是爱心形状的马卡龙，蛮特别。然后它马卡龙上面还有一些小碎粒，看起来蛮像是草莓碎粒的感觉，帮大家试试看看。这个草莓优格爱心马卡龙啊，我觉得也算是线条小狗稍微比较不出色的，因为大家如果常去7-Eleven就知道，其实每一期都会更新一种马卡龙。上一期我记得是什么焦糖布丁马卡龙类似的啦，我觉得很像提拉米苏那个。那这一期的话是草莓爱心马卡龙，我觉得这一期的甜度过高，超高。8分9分糖吧，对，然后它的马卡龙的那个外皮的话有点粘牙，因为我觉得有些马卡龙是比较脆口不粘牙的，这个是属于比较偏粘牙的。那奶油馅这一期给的超厚，对，就是快要爆出来那种奶油馅。我之前也有给过这么厚，但有一些口味的话它没有那么厚，对，那我觉得有一点偏太甜腻了，所以这个话我倒没有特别推荐。就是虽然它的上面有那个草莓粒的口感是不错，但是整体外层粘牙，内里过甜。对，这个我觉得是我比较在意的一些点啊。那如果喜欢甜或是不在意这些的话，其实它也是不错啦，就看自己去斟酌。对，那这个是我觉得也可以略过线条小狗的一个品项。那这一期我们大致上就把 7 所有商品都已经介绍完了，但蛮惊艳的就是线条小狗出乎意料来的很惊喜很惊艳，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买。对，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